好多朋友催的秘密榨菜啊，确实是很久没更新了。来期高执法的素材，城邦是杰斯的奥恩段炉。强化符文我自动过滤掉了漫游训练师，如果是塔防游戏在有过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，漫游训练师就有点亏了。这个赛季的上限是靠质量和战力强化符文做的，不是靠羁绊做的。即便是强如节外生枝，在没有质量开的时候还是挺容易暴毙的。手里有诺手木木的对子，很有机会能对出质量来，能过渡的执法官肯定是有强度的。这里拿下神器没有开到风衣，那只能拿个收集者配合羊刀打打钱了。神器的局尽量避免去玩低费吧，看都不用看，多半外面都会有梦魇或者威奥来站住了。除非你真的胡牌，然后顺手也开出了风衣或者距离神器，再考虑能不能玩到独家，否则还是该过渡好一点。2-2遇到个高质量的小炮被断了，但我依然决定在2-3拉到5级，底气来自于羊刀收集者2星德莱文，以及能开出2铁血征服者，包括观察到了可能的对手中有风衣给我刷钱。像以往在2-5拉5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决策，需要提前判断好质量，确定拉完5能5连胜才能小赚，一旦被断就是经济爆炸。花仙的版本甚至有时候2-1升4都会一步踏错终身错，但是这个赛季完全没有这种感觉。很多时候我只要有城邦经济补充，或者有铁血征服者收集者这种额外的经济来源，亦或者是少装备多经济开，我很多时候都会提前拉5尝试抢节奏。即便被断，后续只要提高对单卡的利用效率，也不会感觉到经济不够用。越是平衡的版本，阵容成型所需要的经济条件越是不苛刻，因为安贝萨和卫是1张卡，2星船和2星飞机都可以带物理装，阿卡丽和杰都可以吃战士装，而不是2星维鲁斯不如1星卡利斯塔，2星宝石肉不过1张洛，只要找到1张100块砸下去都可以，这种肯定是不太平衡不太健康的。3-2的强化符文，我手里捏着一个4连胜，所以冷采管道的优先级稍低。战力符文的话，这里的不可撼动其实也算优质，但是和我对阵容的定位理解相性不合。我要加输出属性，而他给的是防御，所以自然而然选到加冕里，而且其实还蛮缺人口的8执法，这个冠冕补的刚刚好。执法这个阵容体系内没有4费坦克，羁绊的性质也决定我们要快速的去突破前几个单位，所以如果不是我这把这样为了过渡，功能肉装的优先级肯定是大于正经肉装的。优先的装备先把输出位养满，正常来说我们是有转才会考虑玩执法，可以养一个带转外援，通常是安贝萨，体系内的位是要养的，那就是要2套战士装，最后女警再吃1套物理后排，理论上是要2套战士装加1套后排。3阶段倚仗着2星洛里斯和朴道的位开出的6执法，也是顺理成章的打出8连胜进野。今天指导棋的时候有一把执法，2阶段没有那么顺，但3阶段依旧是转出了连胜。这个阵容的羁绊有一定的基础强度，稍微补点质量就能打出强势，所以如果你玩这个阵容在3阶段的质量比较散，可以考虑在6级搜个4-5下找点能用的牌。当然其实很少有这种情况，因为选这种对5费卡有依赖的转职的前提就是有过渡，比如执法海克斯机械，因为连胜还在，经济也够，就提前到了4-1启动。第3轮没什么好的，就拿了赤耳灵魂，这个是我认为比较通用的战力强化。当然执法给攻速并且是物理阵容有那么一些违和，但还是接受了。全套的话也可以拿，能马上合个偷偷出来，但当时没法预料到后面能出佩戴偷偷的2星质量卡，所以就没选。连胜还在，就波多搜一点，装备集中在了2星卫身上，羊刀换给了2星牌，反正我们上不去10，这里即便是搜的比平时多也不会影响我们上9，所以只要还有的提我就搜。异变出坚不可破我就直接拿了，我很喜欢给卫拿坦克强化，什么巨人体型根深蒂固，不比战士型强化弱，而且手里有个科技枪，最后收集者云给女警可以做一个3吸血的卫，配合坚不可破，说不定能打造一个血魔流的位。发袭提无可提的情况下就存钱了，因为手里有2张塞维卡，所以外援位就没有留安贝萨。5-1被断掉，但是5-2依然决定上9。当时有弹幕认为我这波拉急了，我也有自己的理由。我认为这里上9找到1张女警就是迅速的巨幅提升，
后续的上限可能就是一张2星女警，但是同等的发育，别人做出来的阵容上限比我更高。比如决赛圈的那个哨兵大头，他是吃过冷彩管道的，强化符文比我高贵，武费提升方面都是2个2星武费。如果我们把各自的上限做出来，我是打不过他的。但如果我在我可以给压力的时候给到，那即便提质量的那波不是正面遇到他，给别人的压力也会传导到我的决赛圈对手身上，那他可能就上不了10，上线做不出来。我感觉我这个阵容就是为魏做的耶，8个执法官都是给他开的，然后其他的可能是一些杂鱼带了一些辅助的装备，包括这个女警也没有2星，带了一个破甲弓给魏打打下手。倒数第2波这个团战，你注意看看这个魏干了什么。当然这波有优势也和我们站位晃到了对面有关，俄罗伊没有塞到我们输出一侧的脸上来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战士不是用来切后排的，而是用来当承上位用的。拳头保守的设计不会让战士是一个比后排物理 C 输出还要高且稳定的单位，也不会让它比坦克身板更硬，所以给他投资暴力装和纯坦装的收益都很低。最好就是堆吸血属性让他赖得越久越是能发挥出作用，或者像风衣这种，每个人放1个技能打1个控制就很赚。最后一波2星女警加脱神已经完成了最后的提升，从成型质量来反推前面提节奏的超支邹卡，确实是没有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发育。今天是新历2024年的最后一天，那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开心的时候更多，难过的时候更少。遇良人遇良缘。如果没有一路坦途，那也祝只是能习惯就好的一点颠簸。拜拜。